中国 JF-22 激波风洞传来新消息，为何让美国感到紧张不安？ JF-22 的建成又意味着什么？究竟何时能投入使用？中国为何能在该领域遥遥领先？近日，根据媒体报道，中国已经完成了新型风洞的调整与建设，计划用于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这消息一出，当即就在全网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也是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因为很多国家都对中国在风洞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震惊。这里提到的用于高超音速武器的新型风洞，指的是在今年8月份央视首次曝光的 JF-22 激波风洞。JF-22 激波风洞与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有着直接的联系，就不得不引起西方的重点关注了。就在几天前，英国金融时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称中国在今年7月进行的一次高超音速武器试验中，取得了一项技术突破。在以至少5倍于音速的速度接近预定目标后，中国的高超音速飞行器发射了一枚导弹。在此报道出炉后，西方为之震惊，甚至美国军事专家直言，这样的发射方式似乎超出了现有能理解的科技水平，有些违反物理定律。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的高超音速试验的确超出了西方的想象。相比之下，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的试射屡次失败，让这种武器在美国未来的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而测试高超音速武器的关键，就是在于一台性能超强的风洞装置了。JF-22 激波风洞的问世，意味着我们正在计划打造更加厉害的高超音速武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谈谈中国在风洞领域的进步，以及为何说中国在激波风洞上能领先美国30年了。我们先来看看何为风洞。风洞就是风洞实验室，它通过人工产生并控制气流来模拟飞行器周围气体的流动，提供飞行器设计需要的基础数据，是进行空气动力实验最常见最有效的工具。因此要研制飞机离开风洞实验，那将是寸步难行。所以大型先进风洞对于飞行器的研制以及航空工业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各个国家也是十分注重在风洞领域的发展。此外，风洞并不是单一的一种设备，因为由于飞行器的飞行速度各不相同，所以就需要有不同的风洞对其进行测试。因此按照不同配置区分，就有了亚音速风洞、超音速风洞、高超音速风洞等。而不同的风洞设备用于测试不同的设计用途的飞行器。然而其中的高超音速风洞是目前技术含量很高、建造难度极大的一种风洞设备。因为高超音速风洞的气流模拟速度通常在5到14马赫之间，所以它也成了研制高超音速武器必不可少的设备。因为飞行器在高超音速的状态下，在空气和飞行器之间的相互摩擦会产生和亚音速以及低超音速状态完全不同的气流效应，所以只有做到了必要的飞行模拟，才能研制出可靠的高超音速武器。因此风洞对于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却是在风洞的发展上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甚至是领先美国等西方国家，居于世界风洞发展的第1位。因此中国的风洞技术在世界上都是极其具有权威性的。而中国首个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高超声速风洞，就是 JF-22 风洞的前身 JF-12 激波风洞。它的主体是一根架起来半人多高、金属质地的长管子，长达265米。而中国的 JF-12 激波风洞的长度在世界上也是居首位。此外，中国的 JF-12 超级风洞是世界唯一，不仅在于它产生的流场区域大、气流速度高、试验时间长，更重要的是应用了最独特的爆轰驱动技术，克服了自由活塞驱动技术实验时间短、定常性差的缺点。这样的技术在国际上也是处于领先的地位。而美国和德国也是借鉴了中国的 JF-12 激波风洞，以此来进行自己本国的风洞研究。但是中国对于风洞的研究是不会止于此的，而是会继续不断的往前突破，不断的取得新的突破与发展。而中国目前在 JF-12 激波风洞的基础上，又开始了 JF-22 激波风洞的研究，这是 JF-12 激波风洞的升级版。而且如果研制成功，那么它将超过 JF-12 激波风洞，创造出最新的世界纪录，取得更大的突破。据悉，中国 JF-22 激波风洞的启动需要15000兆瓦功率的动力才能驱动，而它在启动瞬间所产生的总功率甚至能与三峡大坝相比，这就足以看出中国 JF-22 激波风洞动能的强大。因此能造这种风洞在世界上还属首次。
所以这也将是中国风洞的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那么中国的 JF22 激波风洞有何新的突破呢？据悉，中国的 JF22 激波风洞能够模拟高超音速环境，也就是超过5倍音速的大气环境，并且可以模拟30马赫速度下4到8万米高空的大气环境。那么30马赫的速度意味着什么呢？据悉，30马赫的速度就意味着30倍声速，而中国通过此研制出来的飞行器，从中国出发只要仅15分钟就可以抵达美国本土，所以具备着极其高速的速度。而中国的 JF22 激波风洞也是在加紧研制中，而且预计将于2022年完成，届时将会对于中国的高超音速飞机项目的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而中国此前的 JF12 激波风洞也是对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从而使得中国研制出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对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也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也是为中国之后的 JF22 激波风洞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因此才会衍生出中国的 JF22 激波风洞。而对于中国目前正在研制的 JF22 激波风洞，有专家说，一旦研制成功，将会碾压美国20年。那么中国的 JF22 激波风洞真的有这么重要的作用吗？据悉，美国的 LENS2 风洞是利用加热压缩氢气体原理，而只能是达到7马赫，但是这在中国还没研制出风洞之前，确实是创造7马赫维持30毫秒的记录。而在中国风洞研究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后，那将全面的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的风洞。而由于高超音速风洞对于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的重要性，所以美国一直在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上频出问题，这也就大大的制约了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而中国却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上取得不断的发展和新的突破，这也使得中国在风洞技术的发展上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相信在未来，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也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与突破，也将成为各国在风洞技术上追赶的目标。因此，对于风洞技术的发展与突破，也将会是世界各国都将致力于发展的领域。因为风洞的试验对于飞行器的研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要研制出新的高超音速武器，就需要有风洞技术的支持。因此，风洞技术的发展在未来也将作为各国在军备竞赛上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因素，将对每个国家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将或促进世界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待到2022年 JF22 风洞正式建成，届时中国可以开展更加复杂的高超音速飞行器测试。由此一来，中国在高超音速领域将进一步与西方拉开差距，